性爱从来就是跟权力阶层联系在一起，性爱不是一个生理东西，它是一种社会结构。我们的性史被严重的改写，人对性的兴趣永远是很大，性就是人的生命的表现。一个人如果对性没有兴趣，这个人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大家好，欢迎来到趁热交换，我是布莱克 Blake。今天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嘉宾，我们先邀请他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叫吴纯纯，我是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教授。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明清通俗文学，以及在这些文学和文化史上的性别和性爱的问题。最近我看了你出版了一本新书叫《情为何物》，我就有一种激动和时常就是感觉啊，这是我可以看到的故事吗的感觉。说起写这本书，其实比较有意思。我在南开大学上研究生的时候，我是做这个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在我那个年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世界上存在同性恋。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我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种性爱倾向。所以是你做研究时候才发现，然后这时候开始一个新世界。其实我们在明代就有专门写同性恋的，有2个集子，一个叫卞尔钗，一个叫宜春香子，还有一本在晚明出现叫《龙阳异史》，专门写这个男性同性恋关系当中的男妓的问题。当我开始关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其实中国有一个很悠久、非常浪漫的这个同性恋文学传统。中国有历史记载，就是最早比如说《益州书》，它里面就直接就讲，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个女性的这个诱惑和年轻的男性的诱惑是同等的。当然他们那时候都是男人掌权嘛，对，春秋战国的时候非常非常多这一类故事。但是在汉代的时候，我们现在大家提起这个爱情的这个情歌这一类，总会提今夕何夕兮，得与王子同舟，这是个同性恋文学。原来就是写一个男人，就是说哎呀，看到王子那么漂亮，他是一个船夫，这个王子坐在他的床上，他就说心悦君兮君不知，就说我是非常的爱你，可是你不知道。这个也很有意思。如果你说同性恋好像应该是被掩盖起来，我们的古人从来没有掩盖同性恋的欲望。你知道我们中国最官方的书就是24史，从史记开始，我们一直有这个宁性列传，就是专门记录皇帝的跟男宠之间的关系。这在我们的这个正史里面认为是很正常，这应该记录。到了这个写清史稿的时候，因为这个外国的传教士啊，这个很多那时候欧美是非常的反同性恋，可以说是反同性恋达到了高潮的时候，所以在写清史稿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是绝对我们不能收了。就是从20世纪开始，而且完全是一个西化的结果。在欧洲就是只要你是搞同性恋，那你就是犯罪。所以在西方的这个研究同性恋的时候，永远会跟法律联系在一起。可是你反过来看中国从来没有一条法律是针对同性恋的。20世纪我们开始，比如说我们讲了很多一夫多妻制给废除了，小辫子剪掉了，女人裹小脚废掉了，但是同性恋这个事情，很多中国人是觉得非常羞耻，觉得我们怎么是好像传统对同性恋这么宽容，觉得受不了。我在看这本书，就是大家看这本书叫《情为何物》嘛。但是我想说，如果你看这本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它不是说现代的情为何物，它是在让我们了解过去几千年历史情曾经为何物。当时你在序论里面就有写到，你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对于我们的性的历史是不了解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打动我的观点，就是所以我们来批评某一些事物的时候，我们没有带着过去的视角，我们完全就是说，哦，我现在我觉得你不符合我心中的道德。你特别有提到，其实现在的人他经常会用东方传统美德来评价一件事情，但是到底东方传统美德在过去甚至在1000年前意味着什么？大家真的知道吗？其实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做过殖民地，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我很喜欢马克思说的一句话，就是统治者的思想往往是统治的思想。虽然我们没有受过这个欧美国家的这个行政上的统治，但是在19世纪我们惨败于西方，可以说啊，其实我们这个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对自己的道德价值观的自信给彻底破坏了。所以在20世纪，我们当然一方面在使劲说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文化有什么劣根性啊，什么这些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也一直在改写自己的民族历史，尤其是我们的姓氏被严重的改写了。我在南开教书的时候是90年代初，那我也是让我的学生读3言2拍，其中有一个学生提的问题让我特别有启发。这个学生跟我讲，老师我就不懂，我看这个3言2拍，我发现那时候这个男人和女人如果他们相爱，他们就上床。他说为什么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对大学生如果是有性行为，我知道是要惩罚的，就是对，我妈妈有跟我分享过这个，是吧？就牵手都不行。他就说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总觉得古代是老封建，他们那时候为什么会比我们还开放？这个学生提的问题让我想了好长时间。其实确实我们在20世纪我们经历了一场这个禁欲主义的思潮，尤其是晚明是非常开放的一个社会，在社会上很轻易就可以买到这个色情品。在清代，如果你去看那些这个清代的很多小戏俗曲，人们对性爱要宽容很多。在古代，我们女人必须要从一而终，女人要有贞洁观，不要这个太嫉妒。一个好女人应该贤惠，这当然是压迫女性。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男性贞洁观，这个男人娶妾是合法的，嫖娼也是合法的，搞同性恋也是合法的。在20世纪，我们当然非常好的是，就是说男女平等，所以女人是可以改嫁，没什么，同工同酬，这些都很好啊。但是很有意思，在性爱方面，我们是非常禁欲主义，而且人们非常非常在乎什么出夜权呀，或者女人的贞洁非常，而且我们还发展出一种男性贞洁观，就是对待男人也一样，这个是我们历史上没有的。所以什么叫做传统美德？这不是我们历史上的状况。如果你去看清代的俗曲什么，其实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状态，就是人们对性不能就是彻底的那么严格的限制，就是没有那么畏惧，也没有那么说我不能谈论，就哪怕是可能没有那么纯洁的道德的分享出来，这也是一种真诚。你在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古时候其实对于不仅是对于性爱有一个宽容性，对于人性，对于人性是有一个普遍的宽容的。对，晏子春秋里面有一句话，我一直觉得他说的很好，说这个齐国的这个君主有一次发现他下面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叫羽人，说那个人啊老盯着他的裤裆看，他就叫人去问，当然他们都是男人啊，把他抓来以后啊，这个羽人就说，那我现在说了我会死，可是我不说，皇帝问你，你也得死，所以我还是说吧，就是我觉得你太漂亮了。齐国的国王非常生气，他说何色寡人也啊，你把我当做一个色欲的对象。这样的说法其实就是一种男尊女卑的态度。
这样是把对方当做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国王，你竟然把我当做一个色欲对象，对我是一种很大的侮辱。他说杀了。晏婴他是在战国时期很著名的一个智者，他跑进来就问国王，听说你要杀一个女人啊？他说对，他说他竟然把我当做一个色欲的对象。晏婴就说，我听说呀，拒欲不道，勿爱不祥，就说一个人拒绝别人的欲望，这是不合乎人性的，而一个人非常讨厌别人爱自己，这不是一件吉祥的事情。结果这个齐国的国王听了以后，他说哦，是吗？是这样。他说那没事，那我以后洗澡让这个人给我搓背。真的假的？对，就他记载是这样。但是这个当然我不是说古代是一个理想国，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啊。古代有古代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对女性的压迫，那是没商量的。其实中国传统从来也不强调夫妇之间爱情是重要的，相反他们觉得男女如果之间太有激情，他们认为很危险，就是女人是祸水，就是指这个。他们觉得女人如果跟她的丈夫之间，哪怕是丈夫如果有一种很激情的，他们觉得很容易让这个男性会迷失自我。传统社会更希望这个夫妇之间互敬互爱，就是所谓这个女人要举案齐眉，就是永远把丈夫看成是她的领导，那个意思就是说跟领导维持一种和睦的关系。而当代社会，当我们已经意识到人的性倾向应该得到尊重，为什么现在不行？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婚姻制度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是一夫一妻制，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你要真正的做同性恋者，那你就需要这个父母真的要是非常开明。绝大部分的父母受不了我的女儿或者儿子是同性恋，那就往往意味着他们没有孩子。那在中国的父母来看，我们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观念是很强烈的。父母的很多考虑是很实际的，因为我现在我自己也是父母，或者是现在开始进入做这个祖父母了。是吗？对，我已经是奶奶了。我有一个儿子，我做的研究他都知道。但是呢，比较有意思就是当他上高中的时候，就是说起人的性倾向什么，我就开玩笑，我说你可别搞同性恋。他说你怎么还这样说？你是搞同性恋研究？我其实如果他真的是同性恋，我不会在乎，不是说改变自己。我说我就是害怕你人生的道路不是那么，因为你明白吗？做父母的。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得比较舒服。对，肯定的。我觉得现在好像在中国同性恋变成一个不能讨论的话题，这个我很不同意。因为我们的文化从来就没有恐同这个情节，我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这也是我研究同性恋最大的兴趣所在。我觉得这说明就是文化研究非常重要，不要拿一种标准应用到所有的文化里面。因为你刚刚有提到一个等级问题嘛，说到就是男性他有一个可能受男性中心主义或者怎么样，他有一个背景，看待爱情看待婚姻他都是有一个等级观念的。但最有意思的就是在同性恋的这个语境下，他也有一个等级的。就比如说是男性同性恋里面的用词会用宠、性，但是你特别提到在女性同性恋古代里面的用词就会相对平等。对，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性爱从来就是跟权力、跟阶层、跟这些联系在一起。性爱不是一个生理东西，它是一种社会结构的东西。而男性一直在传统社会里面，他们是主人，
所以男人面对这些尤其厉害，人们有很强烈的男尊女卑的这么一种观念。所以呢，我一方面说中国古代对同性恋是很宽容，但是我们是一个非常等级社会，他们把同性恋从男女关系这个方面来理解，被插入者是在他们看来是女性的角色，而插入者是男性的角色。但是也不能说中国传统社会都是这样。比如说郑板桥，他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说他几乎不怎么喜欢女人，他是只喜欢男人的。郑板桥的朋友就问他，他说你这个老去找这些男人，那你可别忘了他是男人，如果他在床上反过来，就是说你变成被插入者，他是变成插入者，你怎么办？郑板桥说那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确实很明白，在同性恋当中，所谓的主动方一直是非常非常宽容，没有任何丑闻。这跟西方很不一样。在西方，如果说你跟某一个男妓有关系，官员或者这个有权利的人，他也是丑闻。对，我们不是丑闻。对，但是呢，我们对男妓或者说那种永远做被付钱的这样的人是很歧视的。但是我也经常觉得，你不能说这种不是同性恋，它仍然是同性恋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文化，同性恋没有一个标准的形式，它有它历史的限制性，有它文化上的限制性。你书里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记载，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古时候会把那个做男妓的一些人，比如说叫小官，比如说叫小唱，因为他们的顾客里面有高官嘛，然后也有一些当时可能社会比较上层的人，他们会利用自己的身份说，甚至在里面做起了间谍或特务这个角色，就是说我哪怕处于下位者，我也要找到我的生存之法。我当时看这些小说的时候，我也是很吃惊，但是这一类例子我后来反思了，其实是极其少见的。你如果做了小唱或者小官这样的人，其实你很难翻身，人们就觉得你基本上是等同于一个女人，你干嘛还到男性的世界里面，还想要出人头地？当然有人会通过什么买官啊、攀附权贵啊，但是同时在历史上，如果被揭发了，他这个官就当不住了。所以绝大部分的小官啊这一类的角色，他们的下场不是很好，他们实现这个阶层的移动很难，很多人后来就是在街上讨饭。就是这种权力的结构，这种社会的结构，就是权力好像永远是无法摆脱的一个命题，在人和人关系里面。对，这个就是福柯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在人类的性行为当中，这个权利其实从来不能摆脱。虽然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讲性，人跟人之间关系相对是比较平等，但是你往深处啊，其实无处不在，还是这样。关于性爱这个研究，在人文学科里面，其实在西方是很多的。一般来说，一个系里，我觉得大约有至少1/3，经常有一半人都在做 gender studies。这有一种反传统的意思，不是传统讲这个 history 是 his story，就是说都是男人的故事。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历史，其实都是男人在打仗，在干什么？这个篡权，这推翻政权，都是这些故事。女人的故事是看不见的，西方也一样。现在人们就开始反思，整个社会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构成的，为什么女人是完全没有声音，也看不见的？在历史上面，这让人感到非常的不公平。对，所以人们开始就关心，当然关心这个男性女性的问题，永远会涉及性爱，不是只关心真正的男人和女人生理性上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结构上面的问题。同性恋同样在这个问题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就是跟这个社会结构、权力、跟阶层、跟这些
非常有关系。对，从古代一直到明代初年，我们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的妓院。普通人你有钱，你是买不到性的。这个当然对女人是不公平的，女人不能去什么男性的妓院，这个根本就不可能。女人是一个服务者，就是被剥削、被压迫。但是对于男性来说，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男人一辈子可能没有性，在历史上是很多的。但是到了晚明，我们的社会其实非常不一样。对于普通的男性来说，有钱你可以买到性，同时呢，这个色情品一下子就泛滥。还有明代为男同性恋服务的男性妓院是一个公开的存在。在晚明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性爱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探索，个人的隐私、个人的性的生活是他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代社会，我有时候经常觉得有一点遗憾，我们解放后一直主张这个妇女解放，我们也说这个女人就是半边天啊。到我们这一代也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什么要拿彩礼啊，或者说必须要拿多少。当然过去可能你觉得是过去穷或者什么，但是也觉得这样是对我不尊重，因为我是一个人，我不是什么东西。从比较直白的讲，我跟一个男人结婚，我跟他有性的关系，好像我应该从这个性里面获取一些报酬似的，这个觉得对自己是一种侮辱。可能中国的女性主义当时走得太快了，人们的这个意识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所以一旦这不是一种行政上的要求，人们很自然就觉得，女人当然应该从性里面获取一些利益。但是女人获取一些利益，其实意味着你失去了一些权利。我觉得这是一种男性的权利的一种表现。我觉得这个男性的权利在回归，好像有这种感觉。你在书中特别有一部分提到，就是在晚明的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前后左右400年的时间，出现了大量的小说里面的理想人格，是以比较可能阴柔的男性为主，然后他就是多少带点女人气啊。就是因为我以前有做过一条视频分享，我因为自己可能比较阴柔的这一面，以前曾经在班上啊被歧视啊，或者被攻击哈，我没有想到说就像这种气质，当然在现代其实都不太被鼓吹，因为当时很多明星就因为这个有受到贬义嘛。但是回到古代，却有一部分的文艺作品是特别喜欢这样，甚至把比较正面的男性一般是当做反面人物来处理。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学者叫 Cam Louis， 他的中文名字叫雷金庆，他有一本书叫《男性特质论》，他也提到这个问题。在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的观念里面，文在武之上。比如说在同性恋当中，不但写这个男妓说他们非常漂亮女性化，其实这个主人公就是作为主动方的，也都是完全一样。《红楼梦》是最典型的例子，像女人的男人才是对女人有吸引力的男人。在我们的这个科举制度这些，我们特别的尊敬这个书生，所谓才子，觉得读书人是最高级的人，而读书人因为他们不从事体力劳动，所以他们多少都有一点女性化，比如说皮肤比较白呀，说话比较温柔呀。我觉得应该跟这种观念很有关系。我们传统的影响很深，我就记得我在小时候读书，小学里面，我们女同学还围在一起说：“哎呀，哪个男生特别漂亮，长得跟我们女的一样。”他们觉得这样很漂亮。但是到20世纪，我们开始受到西方的观念影响，我们开始觉得男人这个样子受不了，就是我们也开始更喜欢这个肌肉男。我觉得这是一种西化的结果。审美的风气，我觉得是有
时代的不一样，观念它是伸伸缩缩，可能变来变去的，就是我们感受到现代的一种风气，但是我们也不要被这种风气所完全的干扰我们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你写这本书很大的另外一个动机。对，我是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最近几年我开始感兴趣这些俗曲，也是很有意思。在下层的这些女性写的这些歌曲民歌里面，他们喜欢的男人其实是比较强有力的。在下层的劳动妇女看来，如果一个男人他觉得太女性化，那就意味着他不能在田里耕地很好，不能从事很多劳动。所以我现在开始意识到，这个其实是有阶层问题的。但是至少我们在清代的士大夫的小说写的这些故事里面，他们非常崇尚这个女性化的男性美。那我们来换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你也在记录很多以前古代吹过的小风阵风，就是有大有小。然后这里面有一股风呢就很有趣，就是你有记录那个闽南地区，像福建，就是说有契兄弟这个词。对，因为契兄弟这个词在我的老家他们也会这么说，但其实跟古时候的那个语境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很惊讶这个词在以前会有着这样的一个存在，像甚至是不能说是男男婚姻吧，它是一种，它其实类似于，其实类似嘛，真的是，因为它也是像这个一些历史记载，它是要给彩礼的，就是他们说是在福建，就是说这个南风盛行，也包括潮州这些地方，基本上就是说闽南话的地方，他们就是说让男人可以释放一下这种对同性的欲望。他还没有结婚，或者是他已经结婚了，他也同时可以跟另外一个男人有一种婚姻。通常他看上的是一个比较年轻美貌的男人。当他们这个要结婚的时候，比较年长一点的那个男人需要给那个年轻一点的男人家里的人送彩礼，但是他不会叫婚姻吧？因为有彩礼就是一种婚姻，而且他要摆酒，去亲戚全来，而且公开的住在一起。晚明很多这一类妻子就把年轻的男人叫做夫妇，丈夫的丈夫。从漳州到大概潮汕这一带，有很多就是南风的神，他们要去拜。当时有南风的神，对对，有宗教，就是他们要去，比如说他是爱上了哪个男孩，那他们就去庙里拜许愿，也是就是说，如果能够娶到这个男孩，那他就将来会来还愿啊什么，因为这一带这种小庙很多，这个历史记载比较多。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大量的提到了男，那肯定会有观众或听众就是会有疑问，怎么不聊女生和女生？据你的记载，这部分确实也记录的比较少，非常少。对，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体现。关注是一种权利，你肯定会在不断的收集材料的时候会意识到这个，可能你也会有遗憾，我想看到更多，可能我猜测你会这样想。真的非常遗憾，因为其实女同性恋的例子一定是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后宫3000，那其实正史上都有记录，在明代曾经出现过这个皇帝的后妃里面，结果有一个很大的同性恋团体，结果那个当头的要把皇帝杀了，真的？对对，很厉害，就是那个是那个女同性恋的头的那个，他就觉得皇帝是个碍事的，所以他们就一起要杀皇帝。结果都骑到皇帝身上，真的想把他摁死，结果被太监还是救出来了。当然最后这些人都被皇帝杀了啊，有这个记录。但是呢，有几个原因，就是古代大部分女人是不识字的。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才女啊什么，可是那是凤毛麟角，就是说女人能记录自己的就很少。第二方面呢，那些受过教育的女性，即使有同性恋的经验，古代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好像女人应该道理上就是嫁一个丈夫，所以这等于是把自己的丑闻暴露，那谁也不愿意，所以他们也不记录什么，所以都是什么鲤鱼啊这些男人就写。可是男人呢并不懂这个到底女人
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只能是根据自己跟自己的妻妾交往的经历就写一些。有一些呢写的比较真实一点，比如说这个沈复的《浮生六记》，他妻子爱上了一个妓女，非要让她的丈夫跟这个妓女结婚，可是这个妓女是非常漂亮的人，所以沈复说知道这样漂亮的女人不可能到他这样比较平常的家庭，肯定是会被那些非常有权或者非常有钱的男人占有。果然那个女孩就被一个很有钱的人娶走了，他的妻子就像疯了一样，就是伤心，因为她虽然叫她的丈夫娶，其实她是为了跟他在一起。但是李渔呢也写了一段类似于这样的，就是这个莲香伴。这个故事呢就写有一个女人已经有丈夫了，但是有一次出外呢就碰上另一个女人，非常有才华，非常漂亮，就爱上已经结婚的那个女人，就叫那个女的嫁到他们家去。那个女的也很高兴，就非常 happily live together。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到他写的其实李渔不懂，他就是好多男人都是这样想，哎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好，就是说我平白得一个美人，就是然后妻子也不嫉妒，在传统文学里面也出现过好几次，但是我觉得很多作家写的不是那么真实，而且他们最后都是结论就是羡慕这个男人这么幸运，就是他们是这样来理解。这个不对啊，对，这个主体不在那个男人身上。对，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女人写的同性恋故事。有的人讲这些弹词小说里面或多或少是一种同性恋的隐喻，因为弹词小说很多都是女人写的。我也觉得比较同意，但是弹词小说好看的不多，所以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今天不小心也聊了这么久，跟你聊很多这种话题，我觉得就很放松，就是因为我在生活当中，就是我可以说我很难在互联网或者说在朋友圈中就是这样去聊情和欲和这样的话题。就是我很好奇，对于你来说，你觉得这个社会聊这种话题的意愿是更大了还是更小了？这方面我觉得人对性的兴趣永远是很大的，只不过呢受了这个教育以后，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话题不能轻易聊。不是有这个说法吗？这个人在哪个年龄段，男性会1分钟里面想到多少次性，好像是说男人想到性比女人多，而且年轻的男性想到性的次数比年老的男性要多得多。但是女人也是会，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生命的根吧。当然现在我们想到性觉得更多的是寻欢作乐，可是这种寻欢作乐的最根本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繁殖延续。所以性是人的生命，一个人如果对性没有兴趣，那这个人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我想从真实意义上讲是这样，性就是人的生命的表现，性经常也是人们要钱要权的这个一个动力之一。你更有钱更有权，你也会得到更多的性资源。可是当然没有人承认这些，就是说我要钱要权可不是为了要性啊，但是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突然想问一个比较感性的问题，因为你是在30岁左右出版的这本书嘛，可能是我这个年纪，就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很有热情的在做这个？我是比较任性的人，我一直做我感兴趣的问题的研究。其实我们家是很保守的，我父母都是对性都是讳莫如深的，不能讨论的啊。我母亲是很女性主义，我母亲是37年生的，她解放后他们就是那一代已经男女同工同酬，真的是做得很好。我觉得我母亲也老是讲，就是我们又不比男人差，为什么要我们女人就应该好像要多干事情啊什么，她是很强调这些。我父亲也是从来没有什么歧视女性，老跟我说
啊，你做女人很好，女人比男人更好，经常这样说。但是他们绝对不谈论性，他们都觉得性是很坏的。在我的这个读书的年代，我也是这样，但是总是不能压抑那种好奇的心理。比如说小孩情窦初开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很喜欢某一个人，自己也觉得很害怕，哎呀我这样是不是很不道德，其实什么关系也没有啊。我们成长的环境没有人讨论性的，好像爱情已经是一个罪恶。按照我父亲的说法，他觉得我不应该看《红楼梦》，可能红楼梦都不很多能看。不能看，对，所以《红楼梦》我是偷偷的自己看完的。我上大学，甚至于上研究生，我父亲都还说不要谈恋爱啊，你应该好好学习。大学不能谈恋爱。大学当然不能谈恋爱，我上大学也很早，16岁。在南开研究生毕业以后就留在南开教书，我是教古代文学，所以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研究这些，也发了一些论文了。其实到了澳洲很有意思，人们觉得中国是很保守的国家，很多学者不相信我在中国发过关于同性恋的论文，是被好多学刊拒绝。我后来发中国文化，那是刘梦溪先生的主编的，他很开放，他就说为什么不能发，他就给我发了好几篇。当时这个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刊。你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吗？我跟我父亲关系很好，我每次发文章我都会把我的文章寄给他，他也很认真的看。可是他就很忧虑，觉得我怎么做的研究都跟性爱有关，所以他专门那时候打电话很贵，你知道吧？那时候没有从哪里打到哪里？从国内温州打到天津啊。我父亲就给我打电话，就是说你一个女孩怎么搞这些研究不好。但是我一直是比较任性的，我就是说这个跟他没关系什么。后来他没有再说我，他觉得这个女儿能在这个比较好的学刊发论文，他也其实他心里觉得比较骄傲。我母亲从来不管我做什么研究什么，她不关心这个问题。所以我在家庭方面没有压力，没有太多压力，包括可能就像我也会受到婚姻的压力啊什么的，就是可能你就不太会有这方面。对。最后想分享一个观点，就是我前段时间听就是一个播客吧，他们在趣谈哈，就说现在在美国西方，你不跟大家聊开放式婚姻或者多元家庭都不好意思聊爱情。那个主播哈，他仍然认为大家都聊这个并不意味着我的婚姻就要引入这种关系，因为你也可以理解它是一种风气。然后我就想起了，那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我也想要说，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于爱、关于性的审美，但彼此尊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讨论的氛围。对，我同意，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这个无所谓。我觉得大家这个尊重个人的意愿很好。但是说到婚姻，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一些观点真的是你这个从娘胎里带出来，恐怕不是。其实我们都是被塑造的这些观念。我不太相信婚姻，人类有婚姻的历史其实很短。在历史上，婚姻是其实对人类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需要生孩子，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但是现代社会其实已经很不一样，婚姻不是一种处理人的这个爱、激情、感情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婚姻其实就是一个所谓这个进去的人想出来，出来的人想进去，就是它其实是限制人的自由。现在至少在发达国家，其实养育孩子越来越成为政府的一种社会责任。大部分人是很难一辈子待在一个婚姻里面，需要很大的牺牲。很多人好像是一辈子只有一个婚姻，他们最终就是说互相忍受，这是秘诀，而不是说真的是一辈子就是非常幸福。肯定也有这样的，但是是极少数。我比较相信婚姻在走向消亡的路上，在发达国家就是这个结婚的人越来越少，也不意味着你不能有孩子或什么样的。对。现在是离婚的人也越来越少，这个比较有意思。不离婚
可是实际上不住在一起特别多，嗯，因为这都是关系到这个财产分配，所以一辈子两个人就是说非常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这基本上是一个童话，就是对你们的读者有不好影响是吧？不是，就是我是觉得现在有很多很漂亮的话，有很多很正确的话，那你也可以觉得这不是童话，我觉得这是大家自己的选择。对，对当然对，我也是见过有的人真的婚姻很好，我有一对同学，现在他们都60多岁，他们说一辈子就没有吵过架。我说怎么可能呢？你们但是这是我听到的唯一一个，绝大部分这么多年，对。那目前像你接触到那么多的学生啊，你去澳洲也任教，南开任教，香港也任教，你有感受到说各地的学生的这种可能对性啊、对爱的观念的不一样吗？很不一样。对，应该说的是澳大利亚很开放，香港比较复杂，好像是受过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比较开放，相对受教育程度低一点的是比较保守。我觉得保守的程度有时候比大陆更保守。现在我在港大开那个关于性别、性爱和明清通俗文学这么一门课，我的学生95%是大陆来的。我一般在这个课上会有一次让这些学生谈谈自己对一些性的看法，为什么要选这个课。我觉得比较惊讶，去年9月份有好几个学生讲到自己的经历，因为我教这门课也教了好几年了，以前好像没有人这样，所以我想你们这一辈人已经开始不一样，我很高兴我们在这个精神这些方面也应该要有更开放的态度。